很多人说这是日本最贵的一种鱼，叫日本鳗。贵是因为这种鳗鱼特别难养，以至于它的鱼苗和黄金差不多贵。但是这个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又到了吃鳗鱼饭的日子。今天的风真的好大。这是我们上次去的那家百年老店，然后他们家翻新了一下，对，这是证据，还装上了自动门，感觉反而很怪。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です。リュウですね。3名で。里面还是老样子，墙上贴着酒单，大厨在面前杀鱼，吃鱼不长胖，开始吧，跟居酒屋一样，香味给你上一碗小菠菜，这个还真的不够塞牙缝。然后他会在旁边放一个鹌鹑蛋配白萝卜泥，用来解腻的，好 man 啊！我以后就用这种猛男音调配音了。一般日本鳗鱼店会给你上的第一个菜都是鳗鱼骨，很酥很香脆。回锅薯片，感觉幸福和我只差一包六婆了。接着这个是盐烧鳗鱼，其实就是白烧。这种烧法对鳗鱼的新鲜度要求很高，因为它没加什么调料。旁边的那块就是蒲烧，但是这一块它会故意给你烤得很瘪，鱼皮烤得像薯片，越嚼越有鳗鱼的香味儿。旁边还有一坨生姜鳗鱼，生姜又酸又辣，吃起来像泡菜夹鳗鱼，挤一点小柠檬会更解腻。接着我们是两个串儿，它们都是鳗鱼皮做的串，但它们的区别是一个是肚子上面的皮，一个是鳗鱼背上的皮。这种颜色浅一点的就是肚皮肉，它的脂肪会很多，都看得到，所以它也更软嫩多汁一点。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腻，背面的皮就是虽然油脆，但是又更加有韧劲，一咬它皮都展开了，感觉像是打了。接着是一串鳗鱼的脆骨，好像是那个鳗鱼背脊骨上面的那个肉，它的口感还挺神奇的，像烧鸟里面的烤鸡软骨，挤一点柠檬。但是你们想，鳗鱼的脆骨能硬到哪儿去？它更像一层薄薄的骨头。我发现师傅的手就没有停过，我的嘴也没有停过。接下来该到鳗鱼的内脏了，它是鳗鱼干和里脊肉，两种不同的酱料，但是它们都很咸，一口咬下去就是内脏自带的微苦的味道，微苦的茶香味一下就漫出来了，吃烧鸟串的感觉。然后最后在上鳗鱼饭之前，还会最后给我们上几盘小菜，一点点薄盐烤出来的效果。然后一碗很袖珍的鳗杂，长得好像异形，经典时尚小鳗杂，这个一定要蘸酱油跟芥末，要不然巨腥。然后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等到了我们的主角，感觉开盖的瞬间我都想给他鼓个掌。我发现他家的做法是先烤后蒸，师傅说这样才能锁住鳗鱼最原始的鲜味。米饭的上面还会单独撒上一些酱汁，最后铺上一个迷之装饰。我点的是超小份，因为我真的吃不下了。开盖的第一个瞬间是炭火气味特别香，肉眼可见的鲜嫩程度，浓郁鲜甜的酱汁渗透到了鳗鱼的内部。哇，微甜的蒲烧鳗鱼，这个真的是下饭神器，一口鳗鱼，一口甜甜的米饭，胖就胖吧。这种有韧劲的鳗鱼肉真的是一种很珍贵的味道。我是一个大胖子，阿杰推荐指数9.5分，只有我们高啊！我的下巴在哪儿？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吗？啊，在这儿了。靠，还真的挺贵的。一盒鳗鱼饭可以在日本卖到天价，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贵啊？据说是因为日本鳗快灭绝了，但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噔噔，鳗鱼饭作为日本很早以前的一种传统美食，我突然开始好奇它最老的店还在吗？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到了这家店，果然又是那种开了100多年的店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好恐怖！我操，这个棕褐色，删闻一下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，吃鱼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哇，我们目前找到的是1910年开业的，虽然我猜在整个日本应该还会有更老的，但这家112年历史的店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。它在江户川桥的附近，又是一家躲在钢铁森林里面的老店呢。日本这种带庭院的店都很贵。这是一个特别老旧的木造房子，我就害怕他们木板下面藏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すごいね。他们家这个菜单上面的照片是100多年前开业的时候拍的。不要想那么多，开始吃饭。小菜是个豆腐，上面点缀了一点姜丝，果然有钱人都喜欢吃豆腐的，非常没劲。第一个前菜是个小三拼，鱼板鲷鱼毛豆，怎么感觉这个前菜比别家都还要穷酸一点？无语。然后第二个前菜是用盒子装的，但是打开之后怎么还是三拼？为什么这个鳗鱼饭的前置步骤那么多啊？豆腐皮儿好吃，但是没什么味道。然后这个是日本人很爱吃的干明太子，是用盐腌的，非常的咸，不应该用来下饭的吗？然后是酱油章鱼头，吃起来更像酱油胶泥。接下来这个是我喜欢的鳗鱼茶碗蒸蛋，很烫，吃的时候小心一点。鳗鱼的那个香味已经渗透到了蛋里，而且我一直觉得鳗鱼的香味和鸡蛋很配。接下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海带黄瓜鳗鱼，它是一个凉菜，用烤过的蒲烧鳗配了下面的酸汤，酸酸冰冰的味道特别开胃。然后最后一个前菜是鳗鱼骨，我们见过很多次了，特别的好吃。这个我愿称它为荤薯条，就拿着手吃，嚼起来非常爽。然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来了我们的 C 位，他们家的主角鳗鱼饭，单点这个饭的话是9000日元。虽然这种老店确实好，但就是有点费钱。还好最近双11，各大电商都在费尽心思做活动。我在拼多多薅到了1000元新月金，不用拉人助力，直接微信到账了。本来我也不信，结果真的有。我把活动链接放评论区了，大家可以去试试。好了，我们继续鳗鱼饭。鳗鱼饭的传统做法就是先烤后蒸，是为了让那个浓郁的酱汁渗透到鳗鱼的内部。你们看它微微上翘有点焦的那个肉，其实我觉得第一口建议和饭一块吃，因为它米饭里面也是那个酱汁，这才是最完整的口感。哇，你其实夹起来之后闻到的不是酱香，而是那个炭火的香味，因为鳗鱼的肉特别容易附着那个炭的味道。焦炭烤鳗，鳗鱼中间的部分就是要这种一筷子能够夹断，从肉到里面的刺儿都是软的，但是皮一定要是焦的。放很多的。哦，只有现杀的鳗鱼才能看到里面白花花的肉。接着中途来一口腌萝卜。据说先烤后蒸是为了锁住鳗鱼最原始的鲜味，所以才会有那种肉眼可见的鲜嫩程度。
果然老店的黄肥鳝还是不一样，然后会上一碗鳗鱼干做的汤，烤过的鳗鱼干会让这个汤带上一种苦苦的茶香。最后是一牙哈密瓜，这东西在日本还不便宜。最后我们2个人一共吃了这么多，好像还有点贵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看看这个鳗鱼饭，我在海的对面都没见过这么扎实的，垒这么高，五彩来的高低都要吃2口。又到了吃中华菜的日子，今天在成都又发现了一家像是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店，语速真的很快。我现在就是一个中华小当家，哎，不要说那么多废话。好热情哦！我们开始吧。就是我点的第一个菜是根据图片点的，别人家都是图菜不符，他们家的太相似了，真的很疯狂。他这样一份346，比手掌大的鳗鱼其实没什么。我觉得鳗鱼的重点还是得看肉质和味儿。就单说这个鳗鱼，我吃了一口之后发现，它其实比我在日本吃的要好很多。毕竟小日子也是在我们这儿进口的，搭配着一块厚实的蒸蛋，第一口就会给你一点小震惊。黏黏的照烧酱汁包裹着鳗鱼，再来一口撒满海苔碎的米饭，就着那个饭香的热气儿，真的很开胃。现在鳗鱼真的还得看国内的，它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厚鳗，里面有些许微小的刺儿，但可以忽略不计。趁热吃的时候还能吃到表面的焦脆感，你能吃出真的是非常新鲜的鳗鱼。它这个蒸蛋嚼起来其实特别弹，像是布丁版的茶碗蒸。夏天来一杯菠萝冰沙，开胃。然后又点了个很可爱的菜，油豆腐寿司，像是一个小小的豆腐口袋里装满了馅料，它每一个都是2种以上的味道。这一块是牛肉和菠萝，它里边的牛肉是才烤好的，就热热的那种，这样能够激发出菠萝的甜味儿。但是我最喜欢这个牛油果三文鱼味儿，牛油果金枪鱼塔，我自己取的名字啊。它这个馅儿多的我一口下去，寿司只是受了一点小伤。牛油果的你们一定要点，蟹肉的这个也不错。今天还点了一个海南糟粕醋锅子，他家海鲜的块头都还挺大的。这个汤底喝起来就是酸酸辣辣，有一点点像冬阴功，但是更偏向酸甜的味道。比较喜欢蘸蘸蛋液，我个人觉得牛肉裹上一点蛋液会更香。就这个锅，你越吃到后面那个糟粕醋锅底的味道会更浓，整只还有点下饭。中场休息点了个他们家的手工年糕，白白胖胖的，蘸一点红糖，再蘸一点黄豆粉，食感很像红糖糍粑，糯叽叽的，但是它更有嚼劲儿。接着这个是他们家的和牛寿司，它居然是用喷枪当场炙烤，而且还可以自己选择几分熟。最后牛肉包上寿司米加生葱和姜，就这一口下去，先是黄油和黑胡椒的混合味儿，然后再是肉被炙烤之后的焦香，口感真的很好。然后是一份烤五花肉，这个真的很下饭，生菜包五花，再加上一点泡菜，进油水，感觉像在吃韩国烤肉，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我们选了一个老坛酸菜土豆，它这个酸菜很像酸菜鱼里面的酸菜，有一点微微辣，就配着高碳水的土豆，满足感还是很高的。吃完之后我一直很在意一个菜，就这个鹅肝牛舌拌饭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因为这2个都是我很喜欢的食材，所以我们就又追加了。油香满满，它这个鹅肝脂肪含量之高，感觉它的油已经融到了米饭里。牛舌用的是蛇羹肉，再加上饭里还有一些照烧酱和黑胡椒酱，每一口米饭都很有味道。最后的甜品也很劲，红薯冰淇淋，上面还撒了一点椰子碎，造型就很好看啊。主食狂欢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不管是聚会还是约会都挺适合的，而且有一种在汤屋吃饭的感觉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面。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吃鳗鱼饭，我们今天就探一家稍稍正宗一点的鳗鱼饭专门店。进门还看到了可爱的鳗鱼饭做法插画，这家店真的是只卖鳗鱼饭，连别的配菜都很少。店员上了一杯热茶和一杯冰水，说吃之前喝一杯茶是清理味觉用的。这家店连放筷子的都是小鳗鱼，先上了一份鳗鱼玉子烧。刚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淋了一层鳗鱼汁，没想到夹开之后里面居然有一整块鳗鱼。这种玉子烧我还是第一次吃，鲜嫩的鳗鱼加上鸡蛋的香味，味道还是非常独特的。再来一碗这个蒸蛋，当然这里面也是有鳗鱼的，鸡蛋是和鳗鱼一起蒸的，所以蒸蛋里也带一点鳗鱼的鲜味。我们点了鳗鱼饭也开始烤了，先上的是小份的普通鳗鱼饭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是我点的特级鳗鱼茶泡饭，茶泡饭在鳗鱼饭里面也是一种常见的吃法，这种吃法味道也会比较丰富。不过因为第一次来害怕吃不懂，我们还是请来的服务员为我们讲解一下。大概就是说要分为4个步骤吃，第一遍就是最普通的吃法，我已经闻到肥嫩焦香的鳗鱼味了，这种炭烤的味道就是很香。第2碗我们就用茶泡饭，茶只需要盖到碗的1/3就可以了。喜欢喝茶的朋友可以多加一点，这种茶有一点点抹茶的味道，但是比抹茶清淡，正好中和了酱汁的甜味。鳗鱼本身很软糯，加上很强的炭火香气，最后再带上一点茶的芬芳，不得不说这个味道还是很高级的。唯一的不足就是分量比较少，但总体感觉餐厅的环境、服务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嘎玩意儿。这家的鳗鱼饭也算是了了我一个心愿。我发现这种店能开几百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因为我来日本之后还没有去吃过比较老字号的鳗鱼店，所以今天就来探一家年份比较久远的专门店。进门看到几个老阿姨，我就对这家店的口味很放心了。店里就是那种统一的百年老店装修风格，菜单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，基本上等于没有。讲了半天，点了一杯爷爷泡的茶和一份极上重的鳗鱼盖饭，极上重就指的是鳗鱼最多的那个版本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套餐里面还带了一个鳗鱼厚蛋烧，我一直很喜欢吃这个，特别是鳗鱼的味道进到那个蛋里面之后，太绝了。然后这家鳗鱼饭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可能这就是济州备长炭的好处。师傅把表皮烤得特别的脆，但是鳗鱼的肉又是紧紧连在一块的，秘制的照烧酱和炭火香气合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就很想感叹鳗鱼饭果然是日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然后除了这种鳗鱼盖饭，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鳗鱼烧，这种套餐里面一般都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吃法，泡着吃、烤着吃和秋葵一块吃，都是不同的感觉。不过男生点一个上重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极上还是有点腻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鳗鱼料理作为日本最珍贵的料理之一，如果不在本地吃上正宗的一顿，你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么小一条鱼还可以吃到这么多东西。啊什么？
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狂飙看多了，就是看着我总想吃鱼，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啊！怎么感觉我每年来京都的次数比我吃鸡的次数还多？再加上看了失之愈合的新剧，真好看。嘿嘿，果然京都的餐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难找。我们现在在两堵墙的中间，但问题是这一店它都还开了这么多年。对对。啊，加康大的那个行。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算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看今天的前菜。这个缠在一起的就是鳗鱼骨，我特别的喜欢，就是不能打包卖，嚼碎之后的味道特别像鱼皮油渣。嚼鳗鱼骨头是最香的。然后是照烧口味的烤鳗鱼干，那个照烧酱蘸拢也压制不住鳗鱼干的那个茶的味道。肚子上面的肉很细腻，口感比较像芋泥。这个是凉拌黄瓜鳗，它吃起来像是经历过很多感情之后的清心寡欲啊。然后开始今天的正菜，鳗鱼料理里面一般都会有的鳗鱼蒸蛋，它居然用的不是日式茶杯，而成都盖碗茶的那个碗，好实在啊！大家一入口那个鳗鱼的鲜味就会灌到你的鼻子里面，你要仔细嚼了之后才能吃到鸡蛋的味道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鳗鱼的一道菜，味觉修正水。修正一下，因为我们下一盘菜是清淡的鲤鱼，这个菜叫鲤鱼小子啊。为什么鳗鱼料理里面要吃鲤鱼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典故吧。鲤鱼的肉吃起来非常像很脆的甜雕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的引人不适，就是大家会在你的面前片鱼，这个也是正宗鳗鱼店里面的一个表演活动。我都不知道我对上焦了没。我没看，接着大家会趁着肉最嫩的时候做成天妇罗，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，这个白色像玉米笋的是鳗鱼籽，口感非常的奇怪，像是不会跳的跳跳糖，好神奇的口感。蔬菜之王青椒，刚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泡。鳗鱼本身就不多的油水，它全部保留在了里面。鳗鱼天妇罗真的是人间美味之一，我觉得。现片的鳗鱼肉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，咬下去那种酥脆的声音，很像是拿破仑一刀切下去的感觉。他们家把肉里面的汁水都锁得特别的好，很讲究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好的鳗鱼饭，土锅鳗鱼饭，主要是因为它能吃到锅巴。我跟你们说超香，开盖的一瞬间，当你看到那个油脂的反光，你就会无法控制分泌唾液。它和关东的鳗鱼盒饭非常的不一样，吃法的话分为3个步骤，所以也叫鳗鱼三吃。它这个锅巴太扒了，我操！鳗鱼的料汁不是纯纯的照烧，有一点像红烧肉盖饭的那个味道，特别的下饭。把鳗鱼和锅巴叠在一起，在嘴里嚼碎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山珍海味。我觉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了。第2碗的吃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第1碗上面加一些山椒和芥末，它更像一个风味料理。第3碗的吃法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鳗鱼茶泡饭，它的感觉像是我在四川第一次吃鸡汤饭。他把那个锅巴都泡软了，就是那个饭你都不用怎么嚼，它就滑进你的胃里了，而且茶香正好中和了鳗鱼的油腻。冬天特别适合吃这个，感觉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黄豆大福，非常的京都。所以你们觉得关西风的鳗鱼怎么样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，可以带朋友来。Non te le plazo。